民进党的人比谁都怕死啊！不但怕死，还怕坐牢。不要说30几年了，半年也不愿意去啊。解严了以后，动员戡乱时期也解除了，最后又废除了刑法100条，台湾又有国会直接选举了以后，台独就不再这么的恐怖了。那大家都敢讲了，这个东西如果你不讲的话，大家就通通都伟大起来了。以前大家参加民进党不敢被人家知道你是党员呐，后来参加民进党真是随便了。为什么？因为党内选举斗争都要买人头党员呐，以前都不敢讲，现在都讲的比谁都还大声，甚至于还变成了一种流行的符号，笑死人了。那根本不需要付出任何的代价，尤其是在陈水扁当政了以后，反而变成你升官发财的免死金牌。台独就是歪了屁股开始的，所以今天为什么台独有这么多问题？台独人为什么做起事情来总是一堆奇奇怪怪的行为？就是这个样子。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赖清德不就是学坏了，给那把台独工具化、敌我化、斗争化、法西斯化，完全就是继承前面从台湾民主先生李登辉、台湾之子陈水扁、台独金孙赖清德，哇，这一个落下来很清楚哎。我跟你讲，特别其实是刑法100条被取消了，是，所以呢，主张台独不再有危险了。因为过去刑法100条，如果你是进行台独的思想犯，你是会被抓去关的啊、如果再套上匪谍，你可能会被枪毙啊。最严重是谁？其实就施明德嘛，陈菊也是啊。所以陈菊为什么在今天在民进党里面不动如山啊？我自岿然不动啊。因为大家没有人像他被抓去关啊，这就是为什么当时郑南榕还自焚嘛。对，他所谓的争取100%的言论自由，其实里面的一个关键就在于主张台湾独立的言论自由。所以郑南榕为什么成为民进党第一烈士，也变成唯一烈士？因为那时候有刑法100条，你不可以左手实施，左手实施你就是叛乱，这个大家没有话讲。但是如果你用鼓吹的话，那这是我的政治信仰，对不对？那你应该在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里面，应该是被容许的。好，就像美国，如果你鼓吹说我在美国加州要独立，或在英国我在鼓吹说苏格兰要独立，你不至于被抓去坐牢嘛？就顶多就是民主选择嘛。那大家都觉得我不想要独立，譬如说苏格兰就失败了嘛。对，所以为什么我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在于因为民进党的人都是比谁都怕死啊！我真的是太了解民进党的人，不但怕死，还怕坐牢。可是他们把不怕死又不怕坐牢的施明德赶出去。是啊，所以施明德的存在对于民进党来讲是个 cancer， 就是照妖镜嘛，就对照出民进党的虚伪嘛。所以这里面也真相大白一件事：为什么帮民进党做了30年牢的施明德，后来在民进党里面竟然找不到任何一个位置，被民进党扫地出门，弃如敝屣，唾弃？因为施明德太崇高、太纯洁了。施明德为了台湾的民主自由，他还可以去坐牢，他可以搞到甚至胃全部都坏掉，得癌症，在所不惜。施明德存在对民进党又是一个 bug 啊！我原本以为啊，对民进党来讲啊，金门马祖存在是个 bug， 原住民史的存在是个 bug， 客家人存在是个 bug， 结果没想到连施明德的存在也是个 bug。民进党唯一处理掉的只有郑南榕的 bug， 因为把郑南榕往上推上烈士嘛，把他神化之后，就解决了郑南榕可以愿意为了台湾独立而死的这样的一个烈士的这个 bug 啊。因为以前我主张民主自由是要坐牢的，像施明德这样坐了30几年的牢，所以谁愿意去坐牢？不要说30几年了，半年也不愿意去啊。所以我就说，当时因为主张台独，之所以会让大家觉得恐怖的原因，就是因为会被抓去关嘛。那你废除了刑法100条之后，解严了以后，废除刑法100条之后，没有任何压力来坚持台独，在台湾就是没有什么样子的政治言论。你说主张我们台湾就是应该被中国统一，中国就应该打过来，你每天在台湾讲也不会被民进党政府抓起来啊。对啊。所以当你任何的政治言论就没有思想犯了都可以讲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主张台独，他就再也没有过去的那种神圣的，然后我为了一死，我就算被抓去坐牢，我也愿意主张的那样子的一个不见了，它就变成是一个菜市场随便你都可以拿起来讲的一个话了嘛。所以为什么说主张独立是一种神圣的精神跟情操？因为你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你想啊，全世界反帝反殖主张民主独立运动里面要死多少人，要坐多少牢？你看曼德拉从年轻被关到老，最后才被放出来。所以为什么那样的情操会感染人？原本来讲一种独立意识的宗教化，它是透过那一些牺牲烈士们的精神来扩散感召。可是在台独里面呢，他们所谓的宗教化是为了掩盖，因为陈水扁把台独作为他的遮羞布的结果，这两个落差有多大？施明德不能存在啊，郑南榕必须被束诸高阁啊！所以说台独就是歪了屁股开始的，这是多么可怕！今天听完郑丽文讲之后，我完全通透了这整个台独历史发展这个过程脉络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当时我就讲过一个例子，主张台独的黄华，他是最后一个为了台独坐牢的人了。对，他被抓去关的时候，我在台大校门口，我那时候我帮他禁食静坐，要求言论自由。那时候什么年代了？他因为一个人主张台独被判10年，民进党就觉得说，哎呀，你哪壶不开提哪壶，你就不要去碰这种议题嘛。他又怕被人家觉得说我不敢主张台独。
独，可是我又不想要主张台独，我怕把选民吓跑啦，对吧？所以呢，回过头来讲，我就说解严了以后，动员戡乱时期也解除了，最后又废除了刑法100条，台湾又有国会直接选举了以后，就不再有政治议题了。这个时候呢，台独就不再这么的恐怖了，那大家都敢讲了，参加民进党也不再这么恐怖了。以前大家不敢参加民进党，不敢被人家知道你是党员呐，后来参加民进党就是随便了，为什么？因为党内选举斗争都要买人头党员呐，这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其实对应的不就是台独的工具化、斗争化、下流化吗？所以台独之所以到今天会变成这个样子，跟这整个台独曲折的历史啊，有非常深的关联性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为民进党去坐牢的人，高举道德大旗的人，为什么在今天民进党里面，除了同流合污的陈菊之外，每一个都边缘化？今天吕秀莲在干嘛？吕秀莲根本就民进党的边缘人啊，没人要理他。为什么？因为你坐过牢啊，你坐过牢，可是你不跟我们同流合污，你主张台独，你的台独跟我的台独是不一样的，我的台独括号还含毒啊，你知道独立的独，你没有毒品的毒，那怎么可以跟你一起呢？那你主张我不就弱了吗？我当然把你排除出去啊。他一定是你今天要刷一个存在感，你在脸书上面要随便挂一个大的说我主张台独，也没有人觉得你怎么样。哇，那以前不得了啊，对不对？当然就是在美国的一路的掩护底下，最后呢又废除了刑法100条。我说在美国的掩护底下，就是当年你在白色恐怖的时候，如果你是支持共产党的、中国解放的，你是一定咔嚓一定丢脑袋的。但是如果你是主张台湾的民主化的、台独的，是不会有事的，因为有美国的压力在，美国不准国民党动这些人。美国为什么不准国民党动这些台独呢？因为很简单，要制衡两蒋政权，要靠的就是这些台独的力量。你不要以为你两蒋可以永远把持台湾，没有这回事。所以留着这些台独对美国来讲，控制两蒋政权是很有用，或者是恐吓两蒋政权是非常有用的。这美国很聪明啊哈。后来刑法100条解除了以后，更是大家通通都可以讲了。所以这个东西如果你不讲的话，这个时候大家就通通都就伟大起来了，有没有？每个人都说，哎呀，我最主张，以前都不敢讲，然后现在都讲了比谁都还大声。当你讲台独都没事了以后，然后甚至于还变成了一种流行的符号了以后，哇，大家都通通都来讲了，笑死人了。那根本不需要付出任何的代价，尤其是在陈水扁当政了以后，反而变成你一个升官发财的，你知道，免死金牌。对，所以这个是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了啦。那我就理解了，为什么民进党坚定的要把刑法给低罪化、减罪化，废除死刑，结束了嘛？就他们最新的恐惧灵魂就是害怕坐牢嘛，害怕死刑嘛，所以我执政之后，那就是他们的神主。为什么打诈释法要求爷爷告奶奶，叫他们要加强，他们打死不加强。相关的从委员还在当立委的时候，其实更早之前大家就说这个诈骗的价值太低嘛。再来，为什么台独无条件跪降美国人？逻辑在这里，一部分他们从美国回来，另外一部分是美国人支持台独。那美国人为什么支持台独呢？当然是拿来恶心蒋家政权嘛。因为你蒋家政权独裁，我没办法制衡你，你怕我没办法制衡你，我就用台独弄你，这个是美国一贯的手法了。所以其实今天我们打开了很多大门。所以对民进党的人来讲，喊台独没有心理负担，但是当年被刑法100条北谍罪所恐吓、梦魇的东西，他一定要把它处理掉。所以民进党一定要废死、低罪化、除罪化，关键就在于说，他们当时对于坐牢、对于死刑打从心里的讨厌嘛。那回过头来，我们就能解读赖清德一系列的做法跟玩法。对，赖清德是很后面。你看，我在念大学的时候，我们每天都在思考跟辩论台湾的出路，到底两岸的关系是什么？台独真的是解放吗？那你刚刚在讲赖清德他基本上并不是一个思考政治问题的人，他就是一个很平庸的政客，然后他就是因为运气好嘛，当年的台中的民主沙漠。